问题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，便秘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很大，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调理才行。如果大家想要清肠道排宿便，可以每天做好3件事哦。第一个，多喝水，水是生命之源，多喝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有利于排便。除了多喝水，还可以用苦荞茶、冬瓜荷叶茶泡水喝，缓解便秘效果会更好。第二个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加快肠道蠕动，促进排便，比如燕麦、玉米、红薯等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对瘦肚子、改善气色也有帮助。第三个，多运动，每天坚持快走、慢跑或者是跳广场舞1小时以上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促进肠道健康，对改善便秘效果也是非常不错。血糖高要管住嘴，3种油尽量不要吃，有助血糖稳，身体健康。第一种，猪油。猪油虽然味道很香，但是猪油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和油脂，如果经常吃，很容易使血管堵塞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二种，椰子油。椰子油也不适合血糖高的人吃，椰子油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，不利于心血管健康，容易引起血糖升高。第三种，黄油。黄油虽然营养丰富，但是黄油含有的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也很多，吃多了容易导致血糖不稳定。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上面这3种油还是不要吃了。那血糖高的人可以常喝点苦荞茶和冬瓜荷叶茶，不仅可以稳定血糖，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人来说，饮食是非常重要的，只有正确的饮食才能保证血糖稳定。大家可以常吃下面3种菜，能够帮你平稳血糖哦。第一种，菜花。菜花是常见的蔬菜，菜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并且含有的糖分也非常少，不仅可以疏通血管，对调节血糖也有帮助。第二种，苦瓜。苦瓜虽然有一点苦，但是营养丰富。苦瓜中含有苦瓜皂苷，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，对平稳血糖有一定的帮助。所以血糖高的人可以经常的吃点苦瓜，能够帮助预防并发症。第三种，洋葱。洋葱含有的糖分也很少，洋葱中含有的有机硫化物和类黄酮可以帮助控制血糖，提高免疫力，并且还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所以血糖高的人可以经常的吃些洋葱。除了上面这3种蔬菜外，还可以常喝降糖茶，比如苦荞茶、桑叶茶，都能够帮助稳定血糖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有血糖高的情况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血糖。如果你出现3多的情况，就要注意了。第一个，喝得多。当体内血糖升高时，会导致血液渗透性提高，这时身体就会流失很多水分，让人感觉口干舌燥，那么就需要喝很多水了。所以如果你总是想喝水，就要注意血糖了。第二个，吃得多。如果血糖升高，会影响身体的正常运转，这时会让人产生饿的感觉，因此就会吃很多东西。那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好事。第三个，尿得多。血糖升高会导致血液中血糖浓度增高，这样就会通过肾脏排出，使尿量增多。所以当出现多尿的情况时，也要小心血糖了。血糖高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控制才行。血糖高的朋友要注意少吃含糖高的食物，可以没事喝点苦荞茶和大麦茶，有助控制血糖哦。虽然现在生活越来越好，但是有高血压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。平时除了吃药降压，还要多注意饮食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控制血压。我们脚底有个涌泉穴，泉足时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。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常用腧穴之一，有活血通经、改善微循环的作用。按摩涌泉穴之前可以先用热水泡脚15分钟，然后用手掌揉搓这里，直到感觉微微发热即可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，能使血管舒张功能加强，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，改善头晕头痛的问题。但是不建议晚上8点以后按摩，因为这时候是血压的最低点。那有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要停了降压药，平时保养可以做这个动作，还可以配合用山楂、玉米须泡水喝，有助血液畅通，改善高血压哦。血压高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压高就要想办法平稳血压。那么除了药物，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。
首先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全身保持放松，然后上下的甩动双手。甩动双手的同时，配合着蹲起的姿势，每次甩5到10分钟就可以。甩动时，次数和速度要循序渐进的做。那这样甩手可以帮助疏通经络、行气活血，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对改善和预防高血压有很大帮助。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想要稳定血压，平时要多进行有氧运动，学会排解压力。饮食上呢，要控制好盐量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喝点口桥茶或者是冬瓜荷叶茶，有助血管通畅，对预防血压升高有一定的作用。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很多老年人都被它困扰着。有高血压的人要控制好血压才行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或能让血压稳如泰山。这个动作就是敲打曲池穴。曲池穴在手臂上，弯曲手肘，手臂横纹尽头凹陷处就是曲池穴，属手阳明大肠经，是气血汇合之处。按摩时用拇指按压或者用拳头敲打都行，左右互换，敲打5分钟。敲打曲池穴可以放松神经系统，让心脏更加的平静，对维持血压稳定有帮助。那每天早上6点到10点，下午3点到5点是高血压容易发作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敲打曲池穴是最好的。那这个方法呀，简单方便，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可以做。除了这个动作外，没事还可以用山楂、玉米须泡水喝，有助扩张血管，平稳血压。有高血压的人，平时要做的就是好好控制血压，多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尽量做到2要2不要，或能让血压更安分。早上起床不要过猛，早上血液比较粘稠，如果这时起床太猛，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不要情绪波动大，有高血压的人情绪千万不要波动大，如果经常大喜大悲，这样呢也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情绪才行。要适当运动，血压高的人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散步、慢跑等，这样有助血压稳定。切记不要过量运动，要合理饮食。想要血压稳定，饮食也很重要，不要吃高盐分、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这样才能够让身体更健康。还可以常用玉米须泡水喝，对降血压有帮助。高血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一旦血压升高，就要用药物进行控制。其实生活中也可以通过一些食疗方法帮助辅助降压，大家可以试着用玉米须泡水喝。玉米须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玉米须味甘性平，有很好的利尿消肿、祛湿泻热的作用，用它泡水喝能够帮助降低血压。除了玉米须，大家呢还可以做下面这个动作。首先自然站立，眼睛目视前方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身体保持放松，然后抬起双手臂前后进行甩动。甩到后面的时候要用点力气，利用惯性这样来回的摆动，每次甩动3到5分钟即可。注意甩手的时候要自然呼吸，全身保持放松。这个甩手动作能够疏通全身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养护血管，还能够镇静安神，稳定情绪，对稳定血压有一定的帮助。那血压高的人就可以经常的做一做这个动作，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哦。有高血压的人，平时一定要注意血压升高。除了用药物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外，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能帮助平稳血压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伸出我们的双手，双手的10个指尖有个十宣点，十宣点属经外奇穴，具有清热开窍、宣散风热的作用。可以将双手掌心相对，手指弯曲，然后相互敲打10个手指的指尖，每次敲打100下，每天敲2到3次，敲打力度可以稍微的大一些。这样敲打手指可以刺激到十宣点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舒筋活络，能帮助控制血压，让血液也更畅通。除了这个动作，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平稳血压。建议大家可以用玉米须泡水喝。玉米须药用价值高，有利尿消肿、平肝利胆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或者煮水喝，能起到降压的作用，还能够帮助心脏减轻负担，对改善身体有帮助。而且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血压高的困扰，并且时刻都要防止血压升高，尤其在饮食方面要很小心。其实生活中有一些食材也能够帮助辅助降压。1. 玉米须。
玉米须呢是长在玉米上面的，在农村很是常见。大家呀千万不要把它扔掉，因为玉米须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利尿、消肿、通便的功效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够减轻血管压力，起到稳定血压的效果。2. 山楂，山楂呢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酸酸甜甜的，可以帮助健胃消食。其实山楂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具有扩张血管、增加血管弹性的作用。经常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能有效的帮助调血脂，稳定血压。那血压高的人呢，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饮食，要低盐、低脂，适量的进行运动，能够起到调节血压的功效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。拜拜。